为1962，为了救未婚妻，赤手空拳闯入这里。只因上一世，江东是村里出了名的窝囊废，而同村的沈月则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美人，所有人都在背后议论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于是沈家人便开出了一系列堪称刁难的彩礼的条件：36条腿，12把斗。前世听到这些个条件之后，他以找吃的为借口，将沈月骗到了秦岭深山上，打算来一出生米煮成熟饭。也就是在山上，两人遇到了过着眼冒绿光的野狼。恐惧之下，少年的江东快速的选择了逃跑。救命啊！我不想死。江东瞳孔猛地一缩，爬了起来。既然老天爷给了他弥补的机会，这一世他一定要救下自己最心爱的女人。沈月，等我！那是一个蜷缩在树上的姑娘，18、19岁的模样，一张面黄肌瘦的小脸被寒风吹得煞白，但仍掩饰不住其精致漂亮。单薄的身躯更是死命抱着一根树杈，瑟缩着不断哭喊：“沈月，我来了，别怕！”你怎么回来了？作为女人，在面对生死的那一刻，她决定要托付一生的男人，却窝囊至极的丢下她独自逃跑。沈月心里满是五味杂陈的酸楚。哼，你滚！我不要你回来，你不是怕吗？那你还回来做什么？滚啊！当这个畜生趁自己不备开始撕扯她衣服的时候，她就知道自己错了。她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愿意相信这个混蛋。月儿，你先下来，刚刚是我昏了头，我不该对你做那些，我先带你下山，等回了村子，要打要骂，我保管一句话都没有。犹豫了半晌，沈月缓缓松开了树杈，身子却猛地僵住，无比惊恐地指着江东的身后。江东只觉得背后一阵寒意，汗毛倒竖，凭借前世的本能就地一鼓。与此同时，腥风袭来，一道几乎擦着江东的后背，猛地窜了过去，背上的衣裳被扯开一道口子，寒风一股脑地窜了进来。他连忙爬了起来，终于看清了那是什么，一对一流的眼睛，灰色的皮毛，森白的獠牙伴随着低吼显得更加狰狞。随着他下一次的扑击，是之前的那头狼，小心啊！即便是吓得面无血色，沈月还是担心江东安危。江东心中淌过一阵暖流，这么好的姑娘，前世的她当真不是个东西。你别管我，躲在树上，千万别下来。如果没有前世那些在山林里摸爬滚打的经验，她的腿或许早就被吓软了。但现在她饿得同样两眼发昏，那突然而起的野狼在她眼中分明就是上等的口粮，到底是谁饱餐谁还说不定呢。野狼朝着江东的树枝直接刺穿了野狼柔软的肚皮，伴随江东用尽目眦欲裂的拼命抵着树枝，看着野狼的挣扎越来越弱，也不敢有丝毫松懈。终于，挣扎的动作停了下来，江东脱力的咬在了肚子，野狼的尸体就压在他身上，一股温热的液体淌进嘴巴，真暖和。树上的沈月此刻已经彻底僵住了。江东这家伙竟然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狼！如果这件事不是当着他的面发生，他打死都不会相信，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江东吗？快下来，咱们回去吧。你就算生气，也不至于打算在树上过冬吧？劫后余生，江东却不敢放松。他知道狼是群居动物，素来不会独自狩猎。虽然现在打死了一头，但说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群，他可不想刚重活一次，就又给狼群填了肚子。莫约2个小时后，终于由稀稀拉拉的土坯房组成的村落远远进入了视线，一直到了村口。江东顿住脚步，这狼我先带回去，等回头割了肉给你送些来。当时给之前混账的，我赔不是了。江东居然要把狼肉分给自己，要知道，不光是他，整个村子至少有一大半人连肚子都吃不饱，多少人已经一整年没闻过肉味了。沈月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知道以前的我很不是东西，但你就当以前的江东死在山上了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凑够彩礼，把你娶过门。我江东这辈子一定让你幸福。一时间，沈月怔愣在了原地，待回过神来，江东的身影已经走远，朝着他家的方向去了。走了许久，江东看到村西头的一户篱笆院，这就是江东记忆中养了他20多年的家。只是刚进院门，就听到屋内传来争吵。大嫂，你这样可就不厚道了。当初见你们粮的时候，说好了还的时候要算利头，若不是看你们孤儿寡母的可怜，你觉得当初我能把粮借给你？江东的二叔江保国皱着眉头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而他的面前则站着一个两鬓斑白的妇人，眼角噙着泪水，气得直拍胸口。江保国，我家男人不在了，你就敢这么欺负人，是吧？我们家好几天没米下锅了，哪有粮给你？再说了，欠你们的粮早就还清楚了，现在你又来找我们要。妇人不是旁人，正是江东的老娘任春梅。二婶孙曼丽叉着腰，皮笑肉不笑道：大嫂，你这话就不对，现在谁家不困难，咱们不得讲道理，就你还得那些烂芋头、破苞米，这都是什么？我们当年借给你的，那可都是白花花的大米，怎么现在不认账了？少在这装可怜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把话撂着，今天这粮必须还。快说，你把粮食藏哪了？我也不想折腾，不然欠粮不还，我看你以后在村子还怎么做人。江东脸色略微阴沉了几分，他当然记得眼下是怎么回事。去年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老娘厚着脸皮找二叔家借了些粮食，为了还上粮食，他们娘俩省吃俭用，可到头来，这厮竟然说之前还的那些还不够，逼着老娘再拿粮食出来，不给粮食就弄臭他的名声。任春梅老实巴交了一辈子，最重清白，于是把家里过冬的粮食给了出去。结果年事已高的老娘却没扛过冬天。粮食我没有，有本事你们把我命拿走好了。姓任的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拿粮食出来，不拿出来，你们想怎么着？你小子又上哪野混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野狗都比你顾家，你还有脸说话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指手画脚吗？
混账文艺！你老子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。你一天天好吃懒做，我们老姜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跟你妈大人在这说话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了？说完了吗？说完马上从我家滚出去！江东看也没看几人，拖着个什么东西就走了进来。想跟公社告状就去吧，顶多把粮食交给公家。这个冬天我们娘俩大不了饿死，但是你们记住，我死之前一定拉着你们一家垫背。你们不信可以试试。为1962年，我赤手打死了一头。当我拖着战利品回到家时，正好目睹恶毒的叔婶正在逼迫我娘交出家中的粮食，否则就弄臭她的名声。当他们看到我满脸血迹和手中的狼尸时，气氛瞬间凝固。孙曼丽哪里能想到是这幅场景，当场吓得就尖叫起来。你小子从哪捡来的狼？江保国又惊又怒，毕竟好端端的，任谁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带回来一头狼尸，能不害怕？我上山打的，有问题吗？上山打的？你怎么不说你上天打的？就凭你有那个本事吗？行了，捡来的就捡来的吧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说那么清楚干什么？江东啊，婶儿平时没白疼你吧？这狼肉给我，你家那粮食我就不要了，咋样？说话间，两人疯狂吞咽着唾沫，竟是直接上手，打算将狼拖走。我让你们动了吗？怎么，你家良金子做的，需要拿一整头狼还？还是说你们当我傻子？江东，二叔这可是帮你，你知不知道私占公家财产到底是什么后果？要是我把这事说出去……闭嘴！狼肉我会给你，但什么时候给你多少，那是我说了算。至于你们爱要不要，不要现在就给我滚！江保国脸色一变，他们忽然想到了江东平日犯浑的性子，不由后退2步。好，那你就等着吧。粮食的事情我不说，但这狼你就等着被批斗吧。说罢，两人怒然离去。儿啊，快给妈看看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我没事，这血不是我的。儿啊，你赶紧的把这狼给公社送去，不管你在哪捡来的，还有粮食，你别担心，娘就算是死，也保证你能有一口吃的。任春梅的话让江东心中一阵叹息。都说慈母多半，但这话别人说还行，但江东自己却是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。毕竟前世就他那副德行，能在这年头活着，都是全靠老娘苦苦撑着。而他也下定决心，这一世换他来保护老娘，绝不让他在忍冬挨饿，受尽委屈。妈，我真没骗你，这狼真是我打来的。这真的是你打来的？真的，儿子可以发誓。呸！可是我记得你今天不是去找沈家丫头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今天的事情被老娘发现了？虽然是前身干的，但要是老娘知道他儿子我今天险些干了禽兽勾当。哎，儿啊，你那点心事娘怎么猜不到？但是你也知道沈家的要求以咱家的条件。江东终于松了口气，原来是担心这个。于是乎，江东将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任春梅，只不过省略了前半部分，只说是两人上山找吃的，结果不小心遇到狼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彩礼的事情儿子自己能解决。你可不能再胡来了，今天算是你命大，那山上是一般人能去的吗？娘不求你有啥出息，你就平平安安的，娘就放心了。任春梅这句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，毕竟哪怕是这个年头，村里也没几个人敢跑去山上找吃的，就算真的有胆子去的，多半也没命下来。狼群、野猪、黑瞎子，普通人随便碰着一样，那基本上就可以闭眼等死了。妈，我饿了，你把这狼肉割些下来，咱们晚上炖一锅行不？好，娘这就给你炖。任春梅说着便走到床下，拖出来一口铁锅，然后朝着出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江东忍不住直叹气。如果重活一世，混得连饭都吃不饱，那还有什么念头？上山，这是此刻江东唯一能想到的出路。秦岭10万大山，山鸡、野兔、跑山猪，什么吃的没有？各种山珍海味、野生资源就放在那里，凭他的本事，那几乎就是个天赐的宝库。就在江东盘算着接下来的安排的时候，不多时，屋内已经飘起了炖肉的香味。儿啊，快吃吧，这狼可是你拼了命才打回来的，你快多吃些。江东将家里唯一一个碗又推到了任春梅面前。妈，你先吃。任春梅先是一愣，因为记忆中这还是江东第一次主动孝顺她。妈，愣着干嘛？快吃啊！江东自己也不客气，伸手从盆里抓了一块就啃了起来。他已经下定决心，现在日子苦成这样，不如带着老娘去山里享清福。妈，咱们搬到山里住吧。什么？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就信儿子一次。现在公社基本上也没什么活了，村里各家基本都靠自己，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可是山里……妈，你儿子今天能打到狼，靠的也不是运气，那山里再危险，也总比饿死了强。这次你就听我的，可以吗？行，娘听你的。妈，放心，儿子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搬去山上住，当然不是他异想天开，而是公社却是有这种安排，那就是当巡林员。他盯上这个职位，一来是因为他需要枪，巡林员为了自身安全是允许佩戴猎枪的，而以江东的枪法，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本事，在山里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，甚至养活一家人。于是吃完饭的江东来到了公社大队长的家里。啥？你要当巡林员？嗯，娃呀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
秦岭什么地方？你崽子怕是不清楚。别说是你，就是你也还在那个地方，可都不敢乱去。你现在又想闹个啥？这些年，江东干了不少混账事，都是张海涛看在其父亲面子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只是偶尔见了面训斥几句，也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此刻听到江东的话，下意识以为这小子肚子里又憋了什么坏水。张叔，我没开玩笑，我真的要当巡林员。不行，就算你要当巡林员，也没有人跟你组队去，而且换班的也没有。难不成你要一直住在山上？我不要别人，就我一个人。你说啥？一个人？这不是胡来吗？你崽子要是在山上丢了命，我咋对得住你爹？再者说了，当巡林员那都是要有硬性条件的，最基本的就是要会使枪。你小子长这么大，连枪都没摸过，真碰到了熊瞎子，胆都能给你吓破，别说开枪了。枪法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将目光看向了那把挂在墙上的双管猎枪。你干啥？可不敢胡来。他猛地握住枪托，开保险，上膛，瞄准，扣动扳机。这一套动作下来，行云流水，就像是这把猎枪已经在他手上过了无数遍。而见到这一幕，原本准备冲上来的张海涛也顿时愣在了原地。你上哪学的？张叔，现在可以把枪给我了吧？行，枪可以给你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子弹这玩意金贵的很，我可以给你3发，但是后面你要是还用，那就必须拿打来的东西换。当然，前提是你真的能打到东西。行，就按你说的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江东背上枪，直接就出了门。东哥，和1962。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狼。东哥，听说你昨天打到了一只狼。见到瘦竹竿，江东脸上顿时浮现了笑容，因为此人正是自己的铁杆兄弟李柱。如今重生再见好兄弟，江东二话没说，上前就给了他一个熊抱。操，东哥，你这背后是啥？卧槽！别瞎嚷嚷，没见过枪咋的？卧槽，怪不得他们说你昨天打到狼了，就是靠这玩意吧？咋的，东哥？看你这意思，今天准备干一票大的。怎么不信啊？信，东哥说啥我都信。妈了个巴子，今天咱再打头狼回来，从村头扛到村尾，让那帮阮怂瞅瞅什么才叫爷们。秦岭10万大山，进山的路有无数条，但是再往里面走，基本上就只能靠经验了。但很显然，李柱在这方面经验不少。结果回头一看，江东虽然跟在身后，但却丝毫没有落下，甚至侦查辨位，看上去竟是比他都更要熟练。不愧是我东哥，明明没见过几次山，竟然就这么行道。可就在这时，江东猛地顿住脚步，李柱随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两人几乎同一时间猫到了一丛灌木后面，就见不远处一个黑乎乎的巨大身影正在地上不断扒拉着什么，油光水滑的毛皮和那硕大的脑袋，几乎看了只让人发怵。那竟然是一头黑瞎子，熊肉可是一笔不菲的收获，而熊皮熊掌更是能在这个寒冬腊月里换取一些难得的物资。东哥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正面硬拼肯定不行，我们得智取。他环顾四周，脑中渐渐形成了一个计划。你有没有带铁夹和麻绳？李柱赶忙点头，从自己的背包里翻出了老旧但结实的铁夹和一捆粗麻绳。他目光闪动，似乎已经猜到江东的用意。我们可以趁熊不注意，在他常走的小路上设一个陷阱，先进洞的蟹见不得尾巴，我们引他过来，再用铁夹夹住，力求一击致命。李柱吞了口唾沫，点点头，心底涌起一丝激动。行，那我们就照这个计划准备。李柱边说着，开始用刀小心翼翼地清理地面的积雪，露出下面的泥土。两人分工明确，江东负责挖陷阱，而李柱则负责设置铁架。东哥，以前还不知道你还会做陷阱呢。以前看见村里的老猎户折腾过，只是有点生疏，不知道好不好使了。江东嘴角微扬，但目光依旧警惕地盯着那头依然在远处翻找食物的黑熊。一切准备妥当，江东在陷阱上用枯枝和落叶做了简单的伪装，然后和李柱一起小心地撤回一旁观察。他庞大的身躯踩在雪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江东紧紧握住猎枪，虽然心中明白用枪打熊太过冒险，而且子弹有限，但这时不由自主地觉得握住枪有几分安心。来了来了！李柱小声提醒道，他的手心已经有些冒汗。黑熊慢慢迈着步子，逐渐靠近他们部队的陷阱。就在他的前爪即将接触半绳的一瞬间，突然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停下脚步，习惯性地用鼻子嗅了嗅空气。坏了！关键时刻，江东却异常冷静，他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李柱，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。果然，黑熊嗅了几下后，并未觉察到异常，继续低头捡起。半绳被触动，铁夹豁然弹出，锋利的熊虎震动，手上的黑熊原地挣扎，扬起了前激起一片血。江东果断地举起猎枪，瞄准黑熊的心口位置。上左边。好。李柱反应极快，迅速从另一个方向绕过去，准备诱导黑熊分散注意力。子弹精准地射入黑熊体内，发出痛苦的吼叫。江东不敢怠慢，立即从腰后的弹药袋里取出第2颗子弹上膛。黑熊体阴受伤，拼命企图挣脱铁夹的束缚。李柱趁机从侧面用手中的铁叉反戳黑熊，试图给予致命一击。第2颗子弹击中了其身体后，黑熊的动作终于渐渐减弱，鲜血染红了周围的积雪。干得漂亮！江东放下枪，长出一口气。
东哥，真有你的！这么大个的黑瞎子，竟然被我们干掉了！哈哈哈！今天真的是太值了！黑熊的熊掌、熊胆、熊肉，以及可以用作过冬裹身的熊皮，回去之后咱们用这些东西能换不少口粮和日用品吧？是啊，咱们这次的收获够大，不过收拾起来也得费一番功夫。两人随即开始处理猎物，然后用周围的树干和绳子打造了一个简易的拖车。走吧，回家。江东娃打了一头黑熊，我不信，就江东那小子打得了一头熊。人群中，一个尖锐的声音叫嚷着：“是二叔江保国。”他显然对两人能有这样的收获心怀不满。江东，你这熊是在哪捡来的？不会是山里冻死的吧？二叔，这可不是捡来的，我们设了一个陷阱，这可费了老大的劲。你们哪有那个本事？这可是一头大黑熊，你当是兔子呢？那您当真不信？哼，小子，你要真能说出个1、2、3来，我倒佩服你。看到对方一副倨傲的模样，江东不再多言，从身上摸出随身携带的口袋，里面有一些山上的小东西，是他们布置陷阱时用的。这是一根半绳，还有这个铁夹子，是我从李柱家借来的。我们在黑熊常走的路上挖了陷阱，然后用铁夹配合半绳做了一道机关，只要黑熊路过，就能触发陷阱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我手里这把枪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绘声绘色的比划。违停的村民渐渐安静下来，显然被江东巧妙的捕猎技巧所折服。起初黑熊还很警觉，迟迟不肯上钩，但我们耐心等待，最终还是成功了。江保国脸色变了几变，他没预料到二人能解释得如此详细，且看起来合情合理。这样一来，倒让他一时无从反驳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这么精妙的陷阱能对付黑熊，以后咱村可有福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有江东这样的能人，以后进山再不怕没有收获。见众人的态度转变，江保国的脸色尴尬的厉害。江东这次做得不错，没给我们老江家丢脸。江保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尴尬的转身离开。黑熊尸体庞大，仅靠江东和李柱二人自然无法快速完成分割。村民得知消息后，纷纷赶来帮忙。大家辛苦了，等会儿谁家需要就来分些肉回去。既然东子这么说了，我就给家里小崽子带点肉回去，他们也有口肉吃。还有我，能分一点吗？家里的老人好久没闻过肉腥了。哇哦，谢谢你啊，东子。随着最后一块熊肉被送出，帮助分割的村民也逐渐散去。东哥，今天可算大丰收了，剩下的这些你计划怎么处理？带回家，一起用盐巴腌起来。江东推开院门，看到任春梅已在锅里烧好了水，显然正在等待他们的归来。妈，俺回来了。生到这个闹饥荒，连饭都吃不上的60年代，为了让老娘每天都有肉吃，我不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捕获了一头熊瞎子回来。妈，俺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是不是累坏了？没事，有柱子帮忙，收获可不小。江东将布袋放到地上，掀开布袋的一角，露出鲜红的熊肉。这些肉够我们吃上好几个月了。妈，我准备用盐把它腌起来，这样能放得久些。任春梅点点头，与江东和李柱一起开始忙活。三人配合默契，不多时便将所有的熊肉码放整齐，满满当当的塞满了大缸。东哥，要不以后咱俩多进山几趟，再多打些猎物，让村里人都能过个好年。好啊，等天再暖和些，我们再去一趟。柱子，来都来了，饭也快好了，不如在我们家吃顿便饭再回吧。李柱本想拒绝，但转念想今日劳动一天，确实有些饿，便腼腆的答应了。肉香味熏的李柱直咽口水，眼里都冒绿光。快吃吧，咱以后肯定能天天吃上肉。江哥有啥事尽管说，我就指望你带着兄弟吃香喝辣的。饭吃完，江东拎着多出来的熊肉去了供销社。以前看他窝囊，对他爱答不理的江婶脸上眯着笑，主动跟他打招呼。小江，谢谢你给的熊肉，我家总算是见点荤腥了。江东笑呵呵点头。江婶一听他是来换粮食的，把面上的粮食拿完，又从角落摸出一袋米和几颗菜递给江东。这是我藏着打算让我男人明天来换的，看在熊肉的份上，分你点，你可别跟其他人说。放心，江婶，我肯定不跟别人说。离开供销社，江东掂了2下手里的粮食，咂巴嘴，真少。活了2辈子的江东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有钱没处花，看来不能光指望从供销社换粮食。江东拎着剩下的熊肉直接去了公社。张叔，你就直接把你手里面所有枪子都给我吧，肉不够我再回去拿。张海涛坐在公社里边，早就听说江东的事了，现在亲眼看见，还是觉得神奇。你小子是不是走啥狗屎运了？啥呀，我这可全靠实力。所以张叔，巡林园的事不行，我这心里头还是不放心。张海涛看着他，最后拿了一盒子弹出来，省着点用，巡林园的活交给你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你再多进林子几次，我再看看。行吧。江东原本也没指望这一回就把巡林园的活给确定下来。张叔，这盒都没满，看着也不多啊，我这熊肉起码能值3块钱呢。放心，亏不了你，等我再有就给你送去。这还行，那张叔我走了。江东抱着盒离开，把供销社换的粮食放家里，跟任春梅打声招呼，就带着猎枪捕兽加上山踩点去。江东在一棵树下站定，向四周望着，突然一声狼嚎打断他的思绪，他猛地向远处一望，几只冒着绿光的狼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这些狼给解决了。江东拎着猎枪转身往坡上跑，到了高处，他在四周布下捕兽夹，半蹲在大树后面，一头狼脸上最后挣扎2秒，直挺挺倒在地上。另外3匹狼听见声音，迅速向四周跑开，引入山林中。江东拿着猎枪，眼睛死死盯着其中1匹狼，又是一枪解决。狼嚎声东边传来，江东拎着枪就往东边跑，可不能让狼嚎把狼群引过来。很快锁定藏在东边的狼，就在江东举起枪时，一道身侧窜出。我操！是另一匹狼。江东迅速放腿开枪，打开
拍在狼头上，一下一下的砸上去，狼血飙在四处，江东根本不敢停手，直到整个狼头都一片血肉模糊。江东又迅速起身，他可记得还有一匹狼呢。江东重新握起枪，竖起耳朵听着四周的声音。身后有捕兽夹的声音，江东有些意外，拿枪走到声音传来的方向，一只狼背着他后退，即便有看出这只狼的愤怒，他前世可遇见过愤怒的狼，他真是不管不顾。江东立马止住脚步，再向前走，果然后腿，血盆大口扑上来要咬江东。聪明是真聪明啊，还知道偷袭。江东收完捕兽夹，分了2次把狼尸都拖了回去。这么多肉，咱家就算一天吃2顿，过了冬天恐怕还能剩不少。可不是，娘，这些肉我打算分出点去找不缺粮食的人家换点粮食。不行，你这跟做小买卖有啥区别？要是被抓着吃枪子，我可咋整？放心妈，我这不是做生意，那吃枪子的事我可不干，我就是拿东西看望邻里乡亲，乡亲们收了东西觉得不好意思给咱回礼，这不正常事。可妈，咱家今年的粮食不少都给二叔他们了，供销社粮食也不多，剩下的粮食咱们得勒紧裤腰带吃才能过冬，就算肉好吃，可光吃肉也不行啊。张叔都说了，老吃肉不吃菜对身体也不好，我还想你能多陪我几年呢。你张叔真说过这话？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张海涛这些年帮了他们家不少，也是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，是大家眼里的文化人。任春梅可相信他，江东面上一点都没心虚，实际上这是他上辈子村里来的知青告诉他的。趁着任春梅去分肉，江东想起答应沈月的事。娘，你把那块肋排给切出来，我给沈月送去。任春梅一听是给沈月的，那是半点意见都没有，立马把肋排分出来了。那沈家现在虽然刁难人了点，但以前挺不错的，还帮过你爸。沈丫头性格也好，还给我送过水，你过去别跟他们生气。我知道了妈，我早就想通，不生气了。他们之前刁难我，无非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起我，觉得沈月跟我得受苦。现在我可不是以前的我了。江东拎着肉，哼着小调，一路走到村里粮食最多的人家。孙叔把门打开，看见他一愣，眼睛瞥见他手上的肉。你这是？孙叔，我刚才去后山打猎，特意给您送来点。说吧，突然给我送肉，想干啥？孙叔，您在村里应该也听过我们家的事。你是说你家让你二叔欺负那事？孙叔表情警觉起来，放在嘴边的水都不喝了。这事我确实听过，你家也是可怜，被害虫缠上了。但我也就是个老头子，帮不了你家什么。你要是想去讨个公道，不如去找大队长。孙叔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为了那个来的，我是想说我家里因为那时粮食不多，供销社的情况您也知道，也没多少粮食，所以我想来找您换些粮食。哎，其实我也不想麻烦您，但是我娘年纪大了，我这才厚着脸皮来找您。江东表情要有多惨就有多惨，就差抹眼泪了。他也不是想卖惨多要粮食，主要是怕孙叔把他的行为往做买卖上联想，这才卖惨，表示自己是逼不得已。这些粮食我自己也吃不完，你先拿去吧。江东接过粮食就知道孙叔多给不少粮食，远超供销社规定的数量，他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在走的时候又拿了2块肉放在孙叔家脚边。江东把粮食先送回家，又拐弯去了张海涛家。张叔，我今天又打了几头狼，给您送点肉。这肉真贵，我可不能要。张叔跟我客气啥？以前你帮我那么多，加起来可比这肉金贵多了。再说以后我家有啥事，说不定还得来麻烦您呢。您要是不收我，可不好意思来找您。小江，你现在对沈月有啥想法？江东有点诧异，这话题怎么拐到沈月身上呢？他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跟以前一样呗。张叔，你咋突然问这事？你这意思就是还想娶沈月呗？那你可得抓紧了，我今早看见沈月他妈张罗找媒婆给沈月说亲呢。啥？内急说道。上山跑了，随后带着狼肉前往张海涛家，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正被张罗着找媒婆说亲。小江，你现在对沈月有啥想法？跟以前一样呗。张叔，你咋突然问这事？你这意思就是还想娶沈月呗？那你可得抓紧了，我今早看见沈月他妈张罗找媒婆给沈月说亲呢。啥？沈上月还拿彩礼刁难我，咋这么快就要给沈月说亲了？难不成是沈知道邻里那事了？江东匆忙跟张海涛告别，临走前张海涛还抓了几块糖给他。现在小姑娘都爱吃甜的，你带2块还能充充面子。到院子外，刚好撞见沈送媒婆离开，看见他，沈眉毛立马横起来，沈超过院里的扫帚往江东身上扑。你个不要脸的，又来缠我闺女！我告诉你，少做白日梦了。有这时间，你不如想想你家咋过冬，活都要活不起的东西。我绝对不可能把我闺女嫁给你这种窝囊废。一旁的媒婆还没来得及走，一听也有点尴尬，干笑2下，脚底生风跑走了。婶子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你看，这可是狼肉，我一个人上山打的，打了整整4只狼。沈刚看见肉，咽了口口水，但很快忍住了，收回目光。少在这扯淡！整个村子里谁不知道你江东的大名，还去山上打猎？我呸！就你德行，路上的耗子都能踩你头上。妈，你说啥呢？那肉真是他自己打的，上回他当着我面打死了1头狼呢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沈月在屋里喊，江东听见这动静，心里稍稍放心。听沈月维护自己的劲，肯定没把他没重生前做的畜生是告诉他爸妈。你个小孩别插嘴，说出去都让人笑话。真不知道他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。沈，我打猎这事村子里几乎都传遍了，您要不信就去找个人问问。还有这肋排是我特
特意带过来给您的。哦，真是你自己打的，给我们家的。真的。江东四处寻摸了一下，正好逮到张大爷路过，顺手把他老人家扶过来。张大爷，您来帮我作证，这肉真是我上山打的。哦，张大爷一听，立马有种使命感。小沈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江东，但现在江东可出息了，一天的功夫打回来了1头熊，4头狼，简直就是兵神转世。而且我听李柱说，那熊被他一拳就给打倒了。这越说越夸张，江东赶忙接过话茬。婶子，这回你能相信了吧？我以后还能打更多猎物，保准能凑够彩礼，让小月跟我吃香喝辣。婶婶眼光这才变了，拎着手里的肋排，说话都热情不少。仔细一看，脸上还有点愧疚。没想到小江你现在这么出息，你这肋排，我……江东一眼看出婶婶这是想收，但因为刚刚骂了自己一顿，不好意思收，他大手一挥，这肉您就收下吧，就当我孝敬未来丈母娘的。哎呀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你说说，你这孩子有这么大本事，也不跟婶子说一声，害得婶子都误会你了。我这也是最近才发现自己有打猎的天赋。两人有说有笑的进了屋子，沈月看见江东眼睛都亮起来了，比看见肉还高兴，很快又红了脸。沈叔倒是脸都黑了，站起来脚下带风要赶人，结果被婶婶揪着衣服按回炕上。那个东子，我有话要跟你叔说，你先跟小月去院里待会。江东点头，先一步出了院，沈月红着脸跟在后面。那啥，你吃糖不？糖？这糖我记得可贵了，不会是你特意换的吧？算是吧。谢谢，不过以后你不要再给我换糖了，你打猎那么辛苦，换这小糖块不值得。小月，那个我还是想跟你道歉，我上回不应该做那事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而且你最后不也什么都没做吗？还救了我。不说那些都过去的事，我们来吃糖吧。沈月小心把手上的糖掰成2半，一半放在江东手心。正好这时婶婶打开房门招呼他们进屋，刚坐下，江东就听见沈叔坚定的开口说道：我承认你确实有点本事，但我依旧不同意这件婚事。老沈，你不是答应我先不说这事了吗？你以前是个什么混蛋样，什么名声，我可都记得呢。我不可能因为你一时变好就相信你，把女儿后半生交给你。江东拉住要上前的沈月，收起原本嘻嘻哈哈的样子。叔，我知道你现在信不过我，但时间咱不有的是吗？你就看吧，我以后肯定能好下去，肯定活出个人样，把小月风风光光娶进门。我可不信你说的话，我只相信我看见的，总不能凭你一句话我就让我闺女等着你变好吧？万一你这一辈子都没好成，那我闺女还得等你一辈子。这好办，咱先定个目标不就成了？1个月我弄到15条腿给您送来，就当是提前给彩礼，咋样？15条腿太多了，我担心你。放心，我敢说就一定能做到。15条？行，你要真能弄到15条腿，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。爹，那15条腿太多了吧？你个小丫头，插什么话？要是让别人看见你这样，你羞不羞？沈叔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女儿，愁得直拍大腿。目的达成，江东笑着从沈家离开，临走前路过婶婶，还特意叮嘱一句：婶子，你找那媒婆，明天别让她来了。放心，我待会就去跟她说这事。江东走出去老远，就听见身后有动静，一回头看见沈月小跑过来，鹅蛋脸累得通红。你打算下回啥时候进山打猎？估计明天吧。咋突然问这个？明天我跟你一块上山，你为了我才答应的我爸，所以我想着跟你一块分担点。放心，我不会拖你后腿的。不成，山上多危险呢，我要是顾不上你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有腿，要是危险我会自己跑的，我不管。总之明天早上我就去找你。他说完就小跑离开了，一眨眼的功夫人都跑没影了。也行吧，大不了明天找点兔子洞、野狗窝，不那么危险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东刚被太阳晒醒，人还没精神呢，就听见院外的笑声。咋来这么早？还不是怕来晚了，就见不到你人影了。这丫头一大早就来了，还特意给你带饭来的，给你做锅里了，快去吃吧。那腊肉是我妈特意让我带的。江东明白婶子这是示好，要跟他缓和关系呢，他也没客气，拿着碗吃的那叫一个香。两人准备完上山，路上江东把大衣角塞沈月手里，让她跟紧了。沈月也听话，跟的是寸步不离。凭着老道的经验，江东很快找着几个野狗，几枪下去，带来的麻袋装得满满当当。你真厉害，这趟回去保准让我爹说不出一句话。沈叔听见你这话又要生气了。江东打去一句盘算着下山，一声惨叫从前面响起，你先到后边躲起来。沈月自知他不比江东，去了也是给江东添麻烦。行，你一定要小心。说道，江东为凑足16条腿做彩礼上山打猎，遭老虎袭击，不料被老头用石头砸伤。开，这他奶奶的是老子的猎物，别闲得没事插手。老头踉跄躲开老虎的爪子，身形在高大的老虎面前显得格外渺小。江东没听他话，直接开枪。谁知道那老头真下得了手，一块石头扔过来，差点把他手砸废了。他娘的，准头还挺好。这老头怎么回事？人看着都要力竭被老虎吃了，咋还这么倔？想赚钱也不是这么赚的嘛，不怕没命花。老头力气小，那老大的老虎直接给紧不住手，老虎身上立一双星带着杀气的虎，仔细看被老虎带来，直接抽出匕首扎在老虎腿上，老虎疼的一巴掌把老虎拍飞进去，转过巨大的身子，把老虎但这也没办法阻止分头的老虎，一巴
巴掌拍下来是一口。江东只能收起猎枪，狼狈躲避着。让开！沈月收江东避开闪闪往一边，几块比脑袋还大的石头从坡上爬下来。老虎要转向沈月，把火焰老虎的视线注入向喜人身上。老虎像没了理智，完全变成庞大的身体在四周运行。好几次，要不是沈月抛下来的巨石吸引了老虎的注意，江东饿了。他娘的，上辈子在林里待了几十年，也没看见这么能耐的老虎啊！往东跑，那有我布置的陷阱。江东没犹豫，立马往东边死了。终于听见后边重物落地的声音，江东这才停下来，身后出现一大坑，老虎整只掉坑里了。江东看见这坑才想起来，上辈子他隔壁村有个姓杜的老头，为了给儿子凑治病前去山里打猎，后来听村里人说是碰到大家伙，准备好的陷阱没用上，跟大家伙同归于尽了。老头撑着身体跑上来，连开几枪打中虎头，威猛的老虎终于没了气息倒在地上。这大虫也有你一份功劳，咱俩分分吧。您功劳最大，不用给我多少。江东他不缺肉，没必要分人家的救命钱。老头沉默，从兜里掏出膏药扔给他。刚才对不住了，小伙子。没事，能理解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江东想起沈月扔的几块石头，心里激动得很，抬手抱住沈月，亲在她额头上。刚刚那几块石头就是我对象扔的，准不？老头看了两眼没说话，转头跳坑里处理那只老虎去了。哎呀，还有人呢。这有啥？江东呲着牙笑得开心，牵起沈月的手，见她的手斑石头斑红了，大手直接盖上边，搓了2下。还疼不？不疼。沈月羞得直推他，江东也不逗他了，松开手也跳下坑。杜哥，你打算咋把这大家伙换钱？换啥钱？我可不敢做这事。杜哥，您的事我都猜着了，就别瞒我了。而且实不相瞒，您有个生病的儿子需要钱，我也有个家要养活。您看在我刚刚救您那下子，就跟我透露呗。要不然您先带我交易一次，这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到时候我要是敢举报您，您就把我也抖露出去就行了。你真要冒这个险？当然了。行吧，看在你救了我一回份上，明天你带着肉去隔壁村找我。你知道我住哪吧？当然知道了，您可是这几个村有名的猎人，我咋可能不知道呢？那就行。对了，你是咋猜着我的？这个嘛，其实是我兄弟有一回看见你带着肉往村外边走。您放心，我那兄弟傻得很，还以为你是去走亲戚呢。杜老头扫了江东2眼，最后还是相信了他。两人配合着把虎尸分完，分道扬镳后，两人左右手各拎一边，江东后背还背着老多，这才带着猎物回村子。小江今天收获又不少了，还需要大家帮忙吗？当然需要了，今天抓的东西多，麻烦大家了，我到时候多给大家分点。江东豪气说完，大家脸上掩饰不住的开心。一大群人跟着江东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道带着浓郁恶意的视线落在江东身上。他迅速回过头，与江保国的目光正对上。江保国的国字脸皱在一起，五官因为极度扭曲，视线被发现后，他也没心虚，还恶狠狠瞪了江东一眼，才转身走了。江东就知道江保国那黑心肝看见自己天天扛着肉，肯定得嫉妒。他现在心里边肯定想着咋对付自己呢。江东也不担心，继续带着一大群人大摇大摆的回家了。大队长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他前几天捡了具狼尸没上交，自己藏起来了。大队长，这样自私自利的人简直破坏咱们村的团结。他敢私藏肉不上交，指不定以前还藏过啥东西。还有这些肉，他什么德行，村里谁不知道？这些肉肯定不全是他打来的，里面指定有他私藏没上交的肉。大队长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，我们这1年下来吃不饱穿不暖，也没忘记交公粮。江东可倒好，还私藏，这不是寒我们的心吗？你说话就说话，干啥推我娘？我娘都那么大岁数了，摔一跤摔出毛病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天杀的，大家来看看啊！江东这小子恼羞成怒，要打人。大队长，你看看这小子，当着您的面都敢打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我看他这是想在村子里当天王老子。够了，江东现在是咱村子里正经的巡林员，实力肯定有的，打这些猎物也正常。再说了，那林子里全是饿肚子的猛兽，咋可能有这么多肉等着人捡？大队长，咋连你都偏袒江东？你这是包庇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大队长你跟江东他爹关系好，整天就偏袒江东，现在连这么大的事都要偏袒他。哎呦，晴天大老爷啊，连村里的大官都偏心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可咋整啊？还能咋整？咱们这些小老百姓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就活该被剥削呗。好家伙，连剥削这词都出来了，这口大锅把张海涛砸的脸都黑了。你们这叫污蔑，现在的法律可规定了，污蔑人给人脏水是要蹲大牢的，现在大家可都看着呢，你们敢说你们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孙曼丽一听老实了，支支吾吾的也不敢开口。江保国眼珠子滴溜一转，直接看向围观的人。难道你们相信这些都是江东一个人打的吗？你们可别忘了江东以前是什么名声，还有这些肉要是上交再分给大家伙，那大家可都能吃上肉。我们当然相信江东以前名声是不好，但你们一家子名声又好到哪去？一窝蝗虫，我看你们就是见不得人家江东好。江东有点意外，没想到婶婶竟然能站出来替他说话。出生1962，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为了生存下去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山打猎，用猎物换钱养家糊口。第二天一早，
江东借了张海涛家28大杠去杜老头家，还没进去就听着杜老头儿子的咳嗽声。来的正好，帮我搭把手。江东跟杜老头两人把他儿子扶回床上，眼睛扫到杜老头儿子的腿，萎缩的就剩骨头了。杜老头一直都不清楚他儿子得的是啥病，就知道他儿子是10多岁的时候突然走的就不利索，最后越来越严重。这我儿子赌吧，咱去外边说。待会咱们去村口，收东西的人就在那等咱。好嘞，这次换完钱，您打算带杜旺去城里看病吗？他毛病越来越严重了。那您有啥需要的直接说，大忙我没能耐，小忙还是能帮帮的。你心还挺好，我也是佩服杜哥您。杜老头有本事有门路，跟他结交，江东100个不亏。行，到时候我喊你，你可别嫌老头子事多。放心吧，肯定不嫌弃。到了村口，杜老头带着江东又走了一段，来到一处隐秘的大树后，一个穿着绿军装的人冻得嘶哈嘶哈。今天咋来的这么晚？差点冻死我。杜老头没理他，转头给江东介绍，这是赵东，你叫他赵叔就行，我跟他约定每3天来交易一次。赵叔好。赵东搭拢着眼皮抬眼扫了江东一下，一句话也没多问，直接走到两人拎来的肉前。这些都是老虎身上宝也挺多，外边的虎皮连骨头都能熬药膏。赵东拿起地上的秤，你这些1等肉有30来斤，剩下的都是3等肉，还有虎皮骨头。看在你家儿子的份上，我多给你算1分钱，28块7毛8。杜老头的算完了，剩下江东的，江东没拿来多少，最后就卖了10块8毛。眼看赵东要走，江东怕杜老头带儿子去看病，赵东就不来了，赶忙开口，赵叔，你3天后再来一趟呗，我还有东西要卖。行。两人兜里揣着钱，满载而归。我打算明早带我儿子出发。江东心领神会，行，那我明早来帮您。分开后，江东揣着兜里热乎的钱，那叫一个激动。完了完了，咋地了？我刚刚在外边看见你二叔带着你奶来了，完了，这可咋整？人呢？怎么连个人都没有？1年不见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长辈的？尖锐的嚷嚷声从外边传出来，每一声都让江东脑袋上惊一跳。妈的，这个老不死的肯定是听江保国说我出息了，这才回来的，要来吸我血的。小时候，因为任春梅他们要照顾江东，伺候李小芬的时间少了，钱也给少了，李小芬就差点把江东淹死。江东他爸失踪的时候，李小芬一点关心都没有，只担心江东家没劳动力，连夜偷了他们家所有值钱的去城里找江东大姑江梅。妈的，连个陶瓷罐子都没给他们剩下。江东上辈子经历那么多挫折，变得不人不鬼，其中也有李小芬的功劳。妈，你可要为我做主，我之前帮了3弟不少忙，现在倒好，他们家发达了，翻脸不认人，把你儿子我欺负的那叫一个惨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们。你们什么你们？我们自家人的事情有你这个外姓说话分，滚一边去。李小芬年纪了，脚快一胳膊气任春梅对摔地上了，江东气红了眼，跳下，这气汹汹的样子，李小芬却是一点都不怕，叉着腰。咋的？你还想打你奶不成？来呀，你打，往脸上打，到时候我让村里人都看看你这小畜生什么德行。江东拳头都握紧了，就在他真的要打下去时，任春梅起身抱住他手。不行，这不能打。现在的人都注重孝顺，别看村子里的人平时都站在他们这边，但要是江东今天真打下去了，那群人肯定调转枪头。你这个小畜生要干啥？来人啊，大家都看看。江东，你想干啥？她可是你奶奶，你平时打我也就算了，你咋能对你奶动手？江东人由他们嚷嚷，把李小芬推到面前，转身拎起尿桶。哎呀，二叔奶奶，我处理尿桶呢，你们咋连躲都不知道躲一下？是不是年纪大，腿脚不利索了？你李小芬气得直哆嗦，嘴唇都白了，说着就要冲上来。江东见状，直接举起尿桶，吓得李小芬瞬间不敢动弹。江东，你这是不孝顺，信不信我去找大队长，我批斗你？行啊，你去呗，我倒想知道我在自家院子倒尿桶，我犯什么罪了？你个小畜生，我早晚要把你抽筋拔骨，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死在水里。知道了，你俩打算带着满身埋汰玩意在我家站到啥时候？李小芬骂骂咧咧的带着江保国走了。小样，还想跟我斗？江东嘀咕着，上辈子他要是能早点开窍，也不至于被李小芬害成那样。你二叔他家的儿子扶不上墙，你奶肯定又得惦记这事。哎，你说咱家做的什么孽？这老天爷咋就不让咱家好过呢？妈，现在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您放心，他们就交给我。哎，也不知道你大姑现在咋样了。娘，我打算明天进城一趟，顺便看看大姑。进城？咋突然想进城？我听说城里的东西都老贵了，咱家这点钱估计不能够。江东顺势把帮杜老头的事说了，还撒谎说杜老头给了他报酬。真是个好人，就是可惜了，儿子那钱咱可不能多要，那可是人家治病钱。妈，我心里有数，这钱你明天拿着，要是有啥想买的，别舍不得。江东心里发酸，接过家里所有的钱捏在手里。下午，江东也没闲着，他直接到村口混进唠嗑的老太太堆里，假装不经意把话题绕到李小芬身上，大肆宣传李小芬被泼粪的事，争取让李小芬他们因为丢脸3天不敢出门。宣传完，江东又拎着肉去找张大爷跟江嫂，他俩的嘴炮功夫都是村里边1等1的。张大爷、江嫂，我过几天要进城，到时候我娘就交给你
你照顾了，要是李小芬他们来了，就麻烦你了。有我俩在，你就放心吧。整了2道保险，江东这才把心揣兜里，天还没亮就出发了。谢谢了，这要是没你在，我一个人真不知道得推到啥时候。跟我客气啥？江东踩在冻硬的土地上，嘴里哈出白气。这天鬼得很，干巴冷，不下雪。走着走着，手脚就冻没知觉了，腿都是靠毅力才能回过弯。终于给杜老头送到火车站，江东拿着绳帮忙把杜旺绑杜老头身上。这板车就麻烦你帮我送回去了。杜老头说完，突然看了看四周，见没人，拉着江东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你在城里有啥想买的东西，就去北大街街口右转，再往里走走，走过菜市场那有黑市。”杜老头说完就大包小包的离开了。江东记住后没着急去，先是去了江梅工作的制糖厂，跟门卫说了一声。没过一会，江梅小跑着走过来了，急说道：“江东靠上山打猎，终于让家人吃上了肉。”偏心的奶奶带着二叔找上门来兴师问罪，我怒火中烧，二话不说端起尿桶直接朝他泼了过去。到了江梅家，江东看着里边像是遭抢劫的房子，一瞬间只觉梦回当年他家被李小芬卷走东西时。大姑，你最近咋样？那老太婆……嗨，就这样呗，托李小芬的福，对象黄了2人，升职也黄了，差点连工作都没了。当时引荐我进厂的恩人，现在也不理我了。江东把肉递给江梅，江梅见了赶忙起身推拒：“还带肉干啥？上次厂里给我发的肉票我还没吃完呢，这你拿回去。”大姑，我现在可是村里的巡林员，打猎可厉害了，这肉都是我自己打的，家里肉多的都吃不完，你就收下吧。哦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。来吃糖，这在外边都是好玩意。江东看那一抽屉的糖，眼睛都要直了。在这年代，糖是稀罕物，这要是拿出去也能卖不少钱。我这最不缺的就是糖，我都吃腻了。等你回去了，我给你装点。大姑，你能明天就给我装点吗？行，我给你找个油脂去。那你这次来打算待几天？后天吧，明天我想上国营商场买点东西给我妈带回去。行，不过我就跟领导请了半天假，明天可陪不了你。没事，我一个人也行。第二天早上，江东就出门了，左拐右拐到了杜老头说的地方，不少人往地上铺了块布卖东西，价钱比供销社还实惠。江东有样学样，把油纸打开露出糖，不少人看见过来问价，听见江东的价比商场里便宜一半，当场就把钱包掏出来了，差不多2斤的糖，江东卖了2块1。他在市场里逛起来，买了不少稀罕物回去，还给沈月买了个大头花。晚上江东把1块7给江梅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江东没瞒着直接说了，江梅听得心都颤。放心，大姑，这事谁也发现不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缺钱，这钱你就收下吧。行，这钱我就收下了，以后有啥事跟大姑说。江东回到家，淘宝似的把自己买的好东西拿出来，白面猪油、白糖还有老多，看得任春没嘴都合不上了，赶紧拉着江东问。江东这才把卖肉的事说出来。任春没生气，但看见桌上一大堆东西，又有点骄傲，抬起来的手都没舍得落下去。妈，我还给你买了金鸡饼干呢，你先吃着，我去沈月家一趟。大哥，我家里的肉都快吃完了，咱啥时候再去山里打猎？就今天呗，等我给沈月送完东西，咱就去。哎呦，东西都送上了，你俩这是成了？去，一边玩去，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。啥东西？沈月话刚落，就看眼前男人掏出个漂亮的头花，别自己脑袋上，他抑制不住的惊喜。特意给你买的，喜欢不？喜欢。这一声听得江东心都荡漾了，要不是李柱还在外边等着，他高低的再待一会儿。喜欢就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这么快？那你晚上来我家吃饭吗？我家今晚吃肉。行啊。江东哼着小曲走出院子，跟李柱回家拿了猎枪，跟捕兽夹进山了。路上李柱一个劲往他身上瞅。你瞅啥？啧，这有对象的就是不一样，也不知道俺啥时候能找着对象。你就等着吧。江东拍着李柱的肩膀要笑他2句，但看见前面的东西后，立马把笑收回去了。我操，是一群马鹿，这可是好东西。李柱也发现2人对了个眼神，立马藏在大树后面。江东举起猎枪叫了一下，扳手还没扣下去，一只黑影从旁边窜出来，咬住一只马鹿的脖子。被咬住脖子的马鹿蹬了2下腿，很快不再挣扎。其他马鹿四散逃走时，又有2只豹子从林里窜出来。不一样的是，一只追着马鹿跑，一只直接朝他们这跑过来了。江东快速回过神，对着跑过来的豹子就是一枪。这冰天雪地的豹子也没被冻僵，竟然灵活的把子弹给避过去，落在地上手头盯着江东。没在进攻，显然是在忌惮。突然，豹子吼了一声，另外2头豹子竟然转身跑回来，凶狠盯着江东所在的位置。见豹子要围上来，李柱拿起捕兽夹扔在不远处，江东举起猎枪，就是一枪，在那豹子又要躲，他又迅速补了一枪，正中豹子身上，可惜还是没打中要害。一眨眼的功夫，豹子就要跑上来，江东赶忙起身大喊：“快跑，别管我！”李柱连滚带爬向前跑，江东直接冲着刚刚扔的捕兽夹跑，咔吧一声，江东知道肯定是有豹子被捕兽夹夹住了，但他没回头，依旧努力跑，但2条腿根本就跑不过那豹子。江东头顶突然洒下一片阴影，一抬头就看见巨大的豹子头龇牙咧嘴向自己扑过来，他甚至能闻见豹子嘴里那股臭味。极大的惊恐让江东2条腿直接僵了，最后还是他凭着老猎人的毅力向旁边一扑，这才躲过去。豹子蹲在地上，张开的大嘴，因为咬空兽牙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刚刚那一下子，要是江东挨着了，脑子都得瞬间爆炸。没等江东起身，豹子迅速的直来，快得连影子都看不见。直接举起猎枪开了一枪，整个身子往旁边一滚，枪声止住了豹子的进攻。但江东气的功夫更猛，另一头豹子也追上来了，2头豹子
夹击，江东直觉完蛋，他不会要死在这吧？江东咬紧了牙，冰天雪地身上都吓出一身汗，呼吸加重，握着枪的手控制不住的发抖。两豹子扑上来的一瞬间，江东眼神变得坚毅，抬起猎枪，随后迅速握着枪。后背着地，抬起脚，对着豹子下巴努力一蹬，借着惯例后背贴地滑出去半米，迅速半跪起身。两头豹子似是生气，对着江东吼起来：“妈的，畜生，都看你爷爷我！”刚刚跑走的李柱不知道啥时候爬上树，扯下身上的手扔在豹子身上，豹子被吸引注意，好机会！江东立马对着那豹子腿来了一枪，豹子发出惨叫，下一秒跪在地上当场瘸了。三只豹子，一个背部受夹着，一个腿瘸了，终于不再进攻，而是警惕地盯着江东，步步往后边撤。江东没拦，任由这两头豹子跑了。东哥你咋样？还行，没受啥重伤。奶奶的，刚才划那一下子后背不知道隔着啥东西了，疼死老子了。江东走到被夹着腿的豹子前，这豹子倒在地上还想挣扎，他掏出刀子两个豹子，又去把那头马路的尸体拖过来。得了，猎枪子弹也不多了，咱回去分东西吧。生1962，我因大队长就让我当了村里唯一的巡林员，本以为我娘听了会高兴，没想到她却哭得泪流满面。哇，这活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要不行以后还是找点其他活吧。娘，这次是意外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江东上完要送郎中离开，拿了块饼干哄任春梅开心。江东原本打算养2天脚腕再进山打猎，但第2天张海涛主动来找他，让他下午去公社一趟。到了时间，江东如约来到公社，进门就看见一副新面孔，这是任家村公社的大队长吴春。这不就是杜老头住的地方吗？吴叔好。张叔，你们叫我来有啥事？任家村这2天被山里野猪盯上了，2户村民家里的粮食都被糟蹋了，还有人受伤。老杜还不在，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。这活你接不？一头野猪1块钱，打来的野猪得交工。这活听上去给的多，实际上却是个亏本到不能再亏的生意。那一头野猪少说100来斤能卖不少钱，不过这也是个机会。江东一直自称巡林员，因为他有信心自己早晚能当上，就差临门一脚。但现在又来了。张叔，我也想接这活，但我家里的猎枪子弹都要没了，我也没钱买。您看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最近这些日子的表现我也看在眼里，等你干完这活，巡林员这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好嘞。江东立马点头，当天在公社拿了猎枪子弹，准备好就跟着吴春走了。那野猪经常后半夜来村子袭击住在村口的人，今晚上就摆脱你了。好，您就放心交给我吧。江东一口答应下来，先是在四周布置好陷阱，随后抱着猎枪找了个隐秘有能看见村口的树后守着。冬天后半夜到处都黑黢黢，冷得吓人。江东穿了2层棉衣服，还能感受到刺骨的雨。在江东快要睡着时，终于听见动静。他一激灵起身，从背后露出脑袋，看见3头体型庞大的野猪，从嘴里长出来的2根獠牙泛着寒光。野猪粗犷的喘气声在夜里格外明显，踩着地面走向江东事先放好的肉前。在3头野猪走进来的瞬间，江东同时拿下腰间的斧头，扔向距离最近的野猪。野猪听见声音，猛然抬头，只可惜他们的速度到底不像豹子那么快，一头站正中间的野猪直接被砸中，嗷嗷叫。锐利的斧头则砍进另一头野猪的身体，2头野猪残了，剩下直接对着江东冲上来，看着像是要攻击，实际上避开江东就往林子里跑。江东转身举起猎枪，开几枪，3头野猪没花多少功夫就起不来了。江东回过神，突然看见砍在野猪身上的斧头没了，这大半夜的还闹鬼了？没了斧头的野猪突然暴起，对着江东就冲过去。江东刚要开枪，突然看见人影，没等他脑子转过弯，那人影窜出来，举着石头对野猪扔了下去。可惜野猪除了嗷叫了一声，没受啥伤，停都没停，继续对着江东冲。江东回过神，开了一枪，野猪彻底倒地。他这才有功夫看向突然出现的一个干巴瘦的小孩，看上去也就10多岁，手还在抖，显然是害怕的。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在这干啥呢？我看你有危险，我来帮你。这小孩说的话让江东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，但又琢磨不出啥。你谁家孩子？我给你送家去。你不先把这些野猪交给大队长吗？听这话，江东才回过味，这小孩肯定是任家村的人，知道吴春委托他。野猪不着急，我打算先把你送回家，再去找大队长。不行，还是先去交野猪吧。不成，这么晚，队长肯定都睡了，还是我先把你送回去，我明天一个人去交。不行，我也要跟你去。我刚刚帮了你，那头猪是我们一起弄死的。你小子蹭功蹭到我头上来了，还我们一起弄死的？你那块巴掌大小的石头下去，野猪连皮外伤都没受。小孩被拆穿慌的不敢看江东，眼睛直往外瞟。你分我2毛就行了。我听说村长给你的报酬有好几块呢。还2毛就行？你以为2毛很少吗？行了，把我斧头还给我。孩子倔得很，江东干脆自己在孩子刚才站的地方找到了斧头，果然就是这倒霉孩子藏的，力气还挺大。小孩跟在他身后阴魂不散的，江东由着他继续抱着猎枪守在村口。小孩瞪了他一眼跑了。第2天，江东迷糊糊的回醒过来，带着野猪去找吴春。昨晚是怎么回事？我昨晚抓野猪去了，袭击村子的3头
头野猪都被我打了，咋的了？又有一家的粮食被野猪糟蹋了。不可能，我昨晚特意在村外收拾的野猪，还守了一晚上，天刚亮我才靠着树睡了会。江东说完就想起昨晚那小孩，不会是那小孩见他不松口就装野猪偷人粮食吧？大队长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。江东直接把昨晚的事给说了，吴春听了却是一口否认。不可能，你说那孩子我知道，叫任荣，虽然有点小聪明，但平时挺乖的，不可能做这事。而且我还有个地方没领你看呢。吴春领着江东绕到房后，只见半米高的围墙塌了一块，土块散落在地上。你看哪家小孩有这么大力气？江东挠了挠脑门，真是自己猜错了。江东看见土块里有东西，趴地上一看，发现是小肉渣。大队长，这有点肉渣，估计是野猪跑的时候落下的，我顺着去找找。行，这回一定要把骚扰村子的野猪都给抓住。江东继续往前走，又发现2个小肉渣。这野猪嘴这么漏的吗？还是冻硬的肉容易掉渣？没听说过啊。江东抱着疑惑找到野猪的脚印，一路跟上去，发现这野猪简直成精了，咋还会绕道呢？这条路刚好把他守着的村口给绕过去了。当江东再一次找着肉渣的时候，位置就在昨天自己守着的不远处，依旧挺小一块，但这很明显看着不像是被野猪咬掉，更像是磕掉。江东想起刚刚看见的那些，一拍脑袋，想起来昨天自己当陷阱的肉没了，再看看这痕迹，显然这肉渣就是出自自己那块肉上。江东这才都明白了，他没去找吴春，而是跟村民问了任荣家找过去了。任荣看见江东又瞪了江东一眼，江东没理他，直接走向任荣家的仓库。你要干啥？干啥？当然是拿你偷来的肉跟粮食。你小子年纪不大，脑袋还挺灵光，就是没领哪去，小手段挺阴啊，还敢偷我的肉引野猪？野猪那老大体格子，你也不怕自己被野猪撞飞？任荣到底是年纪小，脑子再聪明也稳不住，被江东这么一说，立马心虚的跟个什么似的。你污蔑人，我才没做那事。我要是没点证据能来找你，我那林子里可有你的脚印，你敢不敢跟我过去比比？再叫上大队长在旁看着。江东伸手扯任荣胳膊，就要把他往外面带，任荣吓得直接哭了，这回估计是撒不了谎了。